台派的主流说法就是海鲲号就是航母杀手，来一艘打一艘，来两艘打一双。不懂潜艇战的人才会想要把潜艇躲在台湾海峡里面，因为台湾海峡海床太浅，潜艇躲在台湾海峡基本上就是自杀行为。台派说这边伏击一艘，这边伏击一艘，所以只要2艘海鲲号足够封锁台湾海峡。海鲲号并没有所谓的 AIP 系统，那请问一下，你要打算在水底下躲多久？那你只要一上来换气的时候，人家就看到你了。你有 AIP 绝地系统的话，你可以在水底下躲2个礼拜，多可能连7天都撑不到你。他可能会觉得说，中共可能3天就失败了。传统动力潜艇干掉航空母舰不是没有过，但是那是一条有 AIP 的潜艇。海鲲号本来就有它的特殊功法了嘛，它下水的时候都可以不用下水，蛮特别。所以我们这个台派的朋友其实是在赌说大陆的军武都是纸老虎，跟海鲲号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如果海鲲号正如这个210的话的形容，海鲲号它是会躲在这个澎湖水道跟北边的这个琉球水道那边伏击中国的航母。那这样的话，有这个7264诱饵发射器，不就没有办法了吗？海鲲号，你先确定它鱼雷管开在哪里吧。上次它下水的时候，我的鱼雷管开在哪里我都没看到。不是他人家做辐射啊，把鱼雷管焊死，不是很正常吗？可是他照理说他应该要有预留孔位啊。他那个海鲲号那个头上面，我连预留孔位都没看到。所以这个什么潜艇是要先预留孔位，不是说辐射的时候先把它焊死，然后之后再切。那你鱼雷管要怎么装进去？难道说把那个艇的蒙皮全部拆掉之后，然后再重新塞进去吗？那样子施工也有一点奇怪吧。不，海鲲号本来就有它的特殊功法了嘛，你也知道，它下水的时候都可以不用下水，就蛮特别的。我想说问一下，对专业这样子比较理解啊。因为那个目前的台派的主流说法就是海鲲号就是航母杀手，因为可以搭配这个雄山这个前射板，然后呢来一艘打一艘，来2艘打一双这样子，来2艘海鲲号就可以封死就是解放军的航母了。说实在的啦。不懂潜艇战的人才会想要把潜艇躲在台湾海峡里面，因为台湾海峡海床太浅，它连变温层的深度都不到，所以很容易被声呐抓住。潜艇躲在台湾海峡基本上就是自杀行为。不是，他们意思是说不是躲台湾海峡，他们是说躲在这个黄色的这2条线这里，就是一艘躲在台湾的西南部，然后这个巴士海峡这里其实有一条沟，这个沟再往前就我用红色画过，这个就是所谓的澎湖水道。然后呢，大家也知道海军就是未来的解放军的海军的基地，如果南部的话会在三亚港嘛，那你三亚港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在这边有一个接站区，然后你就会被海鲲号给击沉这样子。那另外一边是从这个上海这边出来的话，那如果他要走台湾海峡东海穿行琉球群岛的时候，他也会在这一带这边被击沉。所以只要2艘海鲲号其实已经足够封锁台湾海峡，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啊。根据大陆过去的习惯的话，他们大部分要出东海的话，他们都会走靠日本那边，他们不太会走靠巴士海峡这边，这是其一。其二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确实的数据，海鲲号可以躲超过280公尺以下的水深，因为一般来讲要到200公尺、300公尺以下的水深的话，你才有办法进入所谓的变温层，也就是说那个声呐会比较难找到你的地方。对。再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海鲲号并没有所谓的 AIP 系统，它没有绝气系统。那请问一下，你要打算在水底下躲多久上来换一次气？那你只要一上来换气的时候，人家就看到你了。大陆现在的反潜无人机还蛮先进的，说实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台派的朋友其实是在赌说大陆的军武都是纸老虎，其实跟海鲲号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不对？应该是说台派的想法就是赌，就是大陆中央台上面演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了。但就像刚才 Eric 讲的，如果说他要换气的话，那他可能8艘嘛，就轮流换气嘛，上来换气下去这样子，那这样会不会是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你只要一上来换气，人家就看到你了，而且说实在的，美国人会放声呐浮标，大陆不会放声呐浮标吗？对啊，那你又没有 AIP 绝气系统，你有 AIP 绝气系统的话，你可以在水底下躲2个礼拜。那你没有随机系统的话，你可能连7天都撑不到，你就得上来换气。他可能会觉得说中共可能3天就失败了，所以
那个3天就够了。搞不好海鲲号原始设计就是前航4天这样子，然后3天内消灭共匪。因为曹兴诚大家都说他儿子要回来剿共了，对啊。那等他儿子回来再说吧。那如果说是美国的核动力潜舰的话，你说躲在那么，第一个它本身他们是核动力的，它可以躲在水下至少1个月。第二个，他们本身的耐压强度够，它可以躲到变温层以下。那如果说是老美用这套战术的话，我绝对相信。那你说海鲲号的话，我个人是画很大的问号的。对啊，因为我上次是看他们直播在讲啊，我就觉得说，哦，这真的是讲的虎虎生风。当然，我以我的粗浅的军事常识，我知道这种问题，但是我刚才呢，借这个机会，因为就 Eric 在讲航母嘛，那他们一直认为说，雄三可以打到渔船，雄三一定可以打垮航空母舰。那尤其搭配上海鲲号的前射版的这个雄三，就可以守卫台湾海峡。那我也不想要说老是台派都说我们是唱衰台湾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军事小白来跟就是 Eric 请教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他们直播的，就是会了解说拦截率210%很精准嘛，所以他们一定会很有信心。那我们也是风雨生信心，借这个机会问 Eric， 然后用专业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所以刚才 Eric 这样回答，意思就是说，要蹲那么久不可能，守备范围也没办法那么大，对不对？因为其实不管是巴士海峡或者是琉球群岛的水道，要守的范围都将近要300公里的长度，海鲲号有办法守那么远吗？那还有，那另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你上面的声纳系统能够听多远？你是只有船体的声纳阵列，还是你有拖曳式的声纳？可以放一个浮标升上去，然后可以听比较远。对啊，这有很多传统动力潜艇干掉航空母舰不是没有过。对，这个在有过一次瑞典的潜艇曾经在演习的时候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干掉过。但是那是一条有 AIP 的潜艇，就是有绝气飞行系统的潜艇。这个的确发生过一次，就是瑞典这一次又派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加入北约了嘛，这次又跟其他北约国家共同演习。上一次瑞典有派过一条潜艇出来跟北约这边演习的时候，的确那次干掉过美国航母。那但是那是一条有 IP 的潜艇。事实上要武装台湾水下力量最快的方法是直接接收，比方说日本或者是德国那种有 AIP 系统的潜艇，苍龙级，保证马上形成战力。苍龙级够看吗？苍龙可能不够了。苍龙可能事实上我是觉得德国的那个212-214比较好。那德国给那个韩国的那个嘞？他不是给，是韩国是授权生产。对，他那个是214啊，那个是214嘛，所以那个才是认真的。对，如果说你真的要帮台湾尽快形成水下战力的话，理论上最快的应该是这样做。了解。